海童拍拍她的手背，安慰着小飞：“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放弃不属于你的男人，下一站就是幸福。”商小飞抿抿嘴，眼圈泛红，她又倔强地抹掉眼角的泪，强作欢颜地说道：“对，我商小飞只要想嫁，多的是男人排着队要娶我，我犯不着去和别人抢男人。”沈小军插话进来：“自己一个人过逍遥自在的，难道不香吗？”他还没有尝试过爱上一个男人的滋味，体会不到商小飞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滋味。商小飞看着他，想起了什么，眼圈还红着，却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沈小姐在段太太的宴会上一躺，在咱们管城上流社会那是出了名呀。我还倒是你醉得厉害呢，现在想想你是故意的吧？听说你被你家里人催婚，催得厉害。”沈小军嘻嘻地笑：“我现在耳根清净多了，我妈和我姑不会再凑在一起，嘀嘀咕咕的要把我嫁给哪个富二代了。”商小飞笑：“你这个方法还真是绝，估计你姑姑都不愿意再在那些贵太太面前提起你了。以前我陪着我妈参加宴会的时候，也跟你姑姑打过交道的，她除了会夸赞她自己的一双儿女之外，就是把你这个亲侄女挂嘴边的。还好我豁得出去。”沈小军想起那个晚上，笑得嘚瑟。对了，我都差点忘记一件事，小军，我家那位想给你牵红线，你是他公司的同事，年纪和他差不多，说是高颜值、高薪，家庭背景也好，因为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有谈恋爱。沈小军，你们夫妻俩要给我牵红线。他这样跟我提一嘴，我听他说的男方条件倒也不错，你要是想见一见，我就叫他给你安排一下见面的时间，不想见的话，我帮你推掉。沈小军想了想，这是好友夫妻俩第一次给他牵红线，又是战先生的同事，那就是在战氏集团上班的，听着就知道是个职场精英，不是富二代啊。见一见也无妨，好歹给好友这个面子。他有什么优点缺点吗？啊，优点都说了，缺点就是比较爱凑热闹，八卦之心略有点旺盛，这两样吧。我觉得大家都有，我们平时出门看到路边围着一大堆人，也会凑过去看看热闹，八卦几句。海童顿了顿，又补充一句，还有点话多，就是能说会道。商小飞打趣着沈小军：“小军，你真要去看看？”听海童说着，我都觉得这个男人挺优秀的。你在段太太的宴会上一躺，大概率是与豪门无缘的，那就挑个职场精英吧。我本来就不想嫁豪门，而且豪门也不是我想嫁就能嫁的。虽然姐长得挺漂亮的，却没有达到国色天香、风华绝代的境地，还是嫁个普通人，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，还能幸福一点。豪门的婚姻生活，外面的人大多数是不清楚的。沈小军因为姑姑是嫁豪门的，见多了姑姑的不易，他是不想涉入姑姑的后尘。商小飞出身豪门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说道：“其实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好，如果差距太大，很难调和。一开始结婚，感情还深着，可能双方都能相互包容着。时间长了，激情没有了，现实差距带来的问题暴露，夫妻俩容易背道而驰。除非自己非常优秀，能够立起来，能够掌权，让人不敢轻视。我妈就常说，女人在婚姻里想不被人小看，不被人欺负，要么是自己足够强大，要么是娘家足够强大。”顿了顿后，商小飞补充一句：“有个别豪门倒是不讲究门当户对，只讲究缘分。长辈们都不会强势的左右儿女的婚事，但这样的豪门是少之又少。管城的几大豪门，唯有战家能做到这一点。”商小飞知道自己家都做不到这一点，他大嫂敢爱敢恨，却也是长于豪门，与他们商家是门当户对的。他母亲虽说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但他母亲足够强大，凭着个人的魅力征服了他爸的。在他大哥还没有接管商氏集团的时候，他爸说话都不如他妈响亮，公司里的元老们更愿意给他妈妈面子，可见他母亲在商氏集团的地位。对，我也认可小飞说的。沈小军觉得自己和商小飞想法一致，他妈和他姑就老是想让他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海童笑道：“所以我就找个和我差不多的男人，从不奢望嫁豪门。战印的工资是比他的收入高一点，但还是为他人打工的，与他算是同层次。
既然你们都这样说，海童，你让你家那位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跟他的同事见一见，说不定就是我的缘分呢。行，能够帮好友牵成红线，找到幸福，海童还是很开心的。梁姨在一旁听着三个人说着婚姻这个话题，对商小飞的说法也是认同的。看到商小飞和他们大少奶奶相处融洽，完全没有平时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架子，梁姨觉得世人对商小飞误会甚多。同时，梁姨又替海童担心，商小飞并不知道海童就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连海童自己都不知道。但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总有一天那张纸会被烧破啊！那个时候，这两个处成了朋友的女孩子该如何自处？会不会反目成仇？想到这些，梁姨就觉得自家大少爷有点不地道，瞒身份要瞒那么长时间。就算要隐瞒身份观察大少奶奶的人品，都快2个月的时间了，还看不出来。梁姨也就是敢在心里想一想，并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。海童的手机收到了微信的新信息，他点微信看，是战印给他发来的信息。他告诉他，他往家用卡里转入了15000元，说他这次领到的奖金有3万元，给他一半当家用，他留一半自己用。海童回复他，家里开支不大，不用给太多的。战印很快又回复，梁姨的工资从家用那里出。海童回他一个的表情。家用卡绑定的是战印的银行卡，他说转钱进来了，海童也没有去查询。笑得这么甜，是你老公给你发的信息吧？沈小军打着好，卓好和战先生培养出一点感情了。沈小军为好感到开心，就盼着2人早点办婚礼，请他当伴娘，喝喜酒。我们家客房还没有床柜的，他这2天领到了一奖金，给我转了15000，让我去买床、衣柜以及床上用品等。梁姨，吃过中午饭，等杨洋午休后，我带你去逛逛，是给你使用的，你自己挑选吧。梁姨笑道，我这个人很随意的，不挑剔，有地方住就行。那可不能随便啊，总要住得舒服的。你老板给了钱买东西，咱们不用给他省钱，挑质量好的。海童都想着梁姨要是干得好，就长久合作的住在一起，如同家人一般，自是不能亏待梁姨。时间，海童问商小飞，小飞留下来吃饭吗？商小飞想到自己不会再去管城大酒店守着战大少爷了，又不想回家，便不客气的道，行，我留下来吃饭。海童便让梁姨多做1个人的饭。海小姐，那我去做饭了。海童见外甥玩玩具玩得很开心，说道，你去做饭吧，我卓洋洋。梁姨一进厨房，就赶紧掏出手机给战印发信息，大少爷，商小姐来了，大少奶奶留她吃中午饭，商小姐答应了。战印开完会后，就给海童转了钱，之后把几份重要的文件处理好，正想收拾一下，又提前下班过去和老婆一起吃饭，就收到了梁姨发来的信息。战印顿时如同被一盆冰水泼来，让他从头凉到了脚。商小飞，你真是阴魂不散呀，不是来纠缠他，就是去霸占他的老婆。他夫妻俩真是倒了辈子的大倒霉，这辈子要认识商小飞这个人。战印把车钥匙扔回桌面上，重坐了下来。商小飞在海童的店里，他自然是不能过去的。他手机响了，啊，是奶奶打来的。奶奶，阿印，商家那枚辣椒又在海童的店里，你中午别过去哈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问，奶奶怎么知道的？奶奶想我孙媳妇了，想着去她店里坐坐的。到了店门口，又到那枚辣椒的车停在那里，奶奶赶紧溜了。老太太话里满是遗憾，就是有商小飞在店里，她都不能和孙媳妇玩了。阿印，这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用偷偷摸摸的，像做贼一样。战印，奶奶，商小飞霸占的是我老婆，我都还没有生气呢，奶奶倒是怪到我头上来了。哟，我老婆这话都说上了，有进展了。奶奶什么时候能抱曾孙女？你跟海童说，我们家缺女儿，让她第一胎给我生个白白胖胖的，像她一样的孙女给我，千万别像你，那就不可了。曾孙像战印还无所谓，男孩子冷漠点，给人的感觉更有威严。但女孩子嘛，
整天板着一张棺材脸，那就不可了。老太太现在已经很嫌弃长孙的冷冰冰了，可不想添个像长孙那样冷冰冰的曾孙女。战印，奶奶想的真是长远，你跟你儿子们说，让他们再努力一把，给你老人家添个孙女儿，可能速度还快一点。老太太顿时笑骂道，你爷爷要是还活着，你是不是说让爷爷奶奶自己努力生女儿还快一点？你爸妈和你叔婶他们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生什么啊？年轻的时候没有拼到女儿，现在只能拼孙女了。我三叔三婶才40几岁，我觉得他们俩还可以再拼一把的。战家三爷夫妻俩，大侄子呀，你贼坏啊！你在忙吗？我在和奶奶通电话，听听你说话一点都不可。不忙是吧？不忙的话，奶奶去公司找你，咱婆孙俩逛逛街去。啊！战印一脸黑线，奶奶，我还在上班呢，公司没有你在也不会倒闭，奶奶叫你陪着逛逛街，那也是为了你好，让你习惯陪女性逛街，以后才有耐心陪着海童，给你积累经验的机会，你都不知道珍惜。战印嘴角抽了抽，无奈的道，你让一晨陪你吧，我中午有饭局。你不是推了吗？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老婆被人霸占着，我只能继续我的饭局。呵呵，臭小子，你也有今天。奶奶当初说什么来着？行了，不占用你的时间，我找老三陪我逛逛。你们兄弟几个啊？就属老三最能说会道，让他陪着，不用担心闷死人。老太太说完就挂了电话。今天算是有点收获，至少知道长孙开了一点窍。哎，为了那臭小子的终身幸福着想，他老人家是操碎了心，愁白了头发的。战印盯着手机了片刻，最终给海童发信息，告诉他自己中午要陪客户吃饭，不能过去了。海童秒回，知道了。战印脸色不太好啊，他这是有多不欢迎他过去吃饭？有商小飞陪着他，他都不记得他是谁的老婆了。心眼小，吃飞醋的战某人都忘记自己当初强调过数次的话，我不吃醋，太酸。哎，他现在连商小飞的醋都吃了呢，酸到了牙软。其实他可以打电话给商无痕，让商无痕把商小飞叫回去，但他又怕这样做会让商小飞知道海童就是他的妻。身子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战印眉头紧锁，只因他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郁闷了几分钟后，战印就把郁闷抛开，然后拿起手机打电话到管城大酒店，又安排酒店给他老婆送几道他吃的菜过去。他请客吃饭吗？总要添几道好菜的吧。海童压根儿不知道，因为他留商小飞在店里吃饭，才是导致战印不能过来的原因。他和好一起把商小飞买来的那些东西收拾好。学生们快下课了，东西都堆在这里，让人转身都无处下脚。商小飞则抱着杨洋在玩。杨洋，杨洋，周母那尖尖的嗓音忽然传进来。海童脸色一沉。周母很快就进来了，他还牵着周红英的老三。周红英并没有跟着，应该是回单位上班了。杨洋，小宝哥哥来陪你玩了。周母牵着外孙边走边叫喊着孙子。海童，沈小姐。周母笑着和海童还有沈小军问好，看到两个人在收拾东西，他多看了2眼。很快他的注意力被商小飞吸引。商小飞并没有放杨洋下地，问着杨洋，杨洋，他是谁？海童站直身子，语气淡淡的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再告诉商小飞，这是我姐的婆婆洋洋的亲奶奶。海童咬中了亲奶奶这3个字。商小飞看看周母牵着的小宝，又低头看着杨洋，见杨洋只是叫了一声奶奶便没有下文，明显就是跟奶奶不亲近，猜测海童的姐姐和婆婆的关系不太好。杨洋平时没有伴玩，我今天特意回去带着小宝过来和杨洋玩。周母解释一句，见外孙想挣脱他的手去玩那2大箱的玩具，他松了手，让小宝自己去拿箱子里的玩具。我的小孩子都会护着自己的东西，周洋也不例外。小宝哥哥平时最喜欢抢他的东西了，他不给小宝哥哥还会打他，他哭，大姑还说他是个男孩子，不能哭，
还说小宝哥哥只是玩玩他的玩具，又不会拿他的回去。周扬不相信大姑说的话，他年纪小，很多话还说不清楚，但他知道小宝哥哥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拿走他的玩具，就算不拿走也会把他的玩具毁坏。杨洋从商小飞的怀里滑落在地上，就去拉扯小宝，不让小宝玩他的玩具。杨洋，你别推哥哥呀，这么多玩具，你们兄弟俩一起玩吧。周母看到杨洋推小宝，本能的就去拉开杨洋，不让杨洋推外孙。他这个举动落在3个女孩子的眼里都有点生气。商小飞离杨洋最近的，他站起来就从周母的手里拉回了杨洋，并把那箱还没有收拾好的玩具拉进前来，含着一张俏脸，冷冷的道：这位阿婆，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别人的东西未经同意就拿，那是偷啊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给洋洋的，就是洋洋的，洋洋不给他玩就不给他玩，要玩自己买去。小宝见商小飞不给他玩，当即就往地上一躺，边哭边在地上翻滚，还会咳嗽。小宝，小宝！周母忙去拉外孙，嘴里说着海童。海童，这是谁啊？怎么跟一个孩子计较呢？小宝和洋洋是亲亲的表兄弟，洋洋有玩具和哥哥一起玩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海童脸色沉沉的，说话的口吻也不太好。洋洋的玩具是属于他的，他愿意给小宝玩，2个人才能一起玩，他不愿意给就不给。洋洋就是被你们姐妹俩教坏了，都不知道有爱兄长。周母生气地指责着。海童冷冷地道：小宝是谁啊？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洋洋是我的亲外甥，我不可能委屈我的外甥。哄着别人的孩子，洋洋坏在哪里？坏的是你教出来的外孙。小宝平时欺负洋洋，抢洋洋的玩具，打洋洋，还把洋洋的玩具带回家里去。你这个当外婆的都是眼瞎的吗？还是你们平时就是这样教他的？周姨，小宝是你外孙，洋洋是你亲孙，你这心也太偏了吧。很快他说，海童，小宝还小，再说了，洋洋都有那么多玩具了，给小宝2样玩玩又怎么了？洋洋，你看看哥哥都哭了，你分2样玩具给哥哥玩好不好？洋洋犹豫。商小飞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不想给就别勉强自己吧，他喜欢哭就让他哭个够吧。他喜欢帮你小姨擦干净地板，就让他擦着，你小姨还不用拖地了。洋洋小声说道：哥哥坏，小宝留给他的印象太不好，哥哥坏就不和他玩了。这位阿婆，麻烦你带你的宝贝外孙出去吧，我朋友的店小，不够宽敞，你带他到外面去，随便他打滚吧。海童不愿意委屈自家的孩子，满足别人家的孩子，商小飞就更不用说了，他是个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敢多嘴闭闭的，他随时会大耳光抽过去。小宝乖，起来，我们走，不稀罕他的外婆给你买更多好玩的。周母被海童和商小飞的话气得半死，又心疼外孙在地上打滚，蹲下身去又拉又哄的。我不要，我就要洋洋的。小宝被宠坏了，他坚持要洋洋的玩具。小宝乖，洋洋的玩具不好玩的，外婆带你去买更好玩的好不好？我不，我就要洋洋的啦，就要洋洋的了。被周母拉扶起来的小宝又往地上躺去，继续哭闹着翻滚，还不时咳着。周母又气又心疼又无奈。海童对他意见很大，他也不敢和海童吵，况且东西确实是洋洋的，洋洋怎么说都是他的亲孙子吧。忽然小宝不滚了，他猛地自地上爬起来，就冲到洋洋的面前，朝着洋洋猛咳着。海童一步上前就提起了小宝，把小宝往周母的怀里一塞，冷着脸说道：周姨，赶紧带他走，别在这里吵死人。商小飞则是赶紧抽来纸巾，就帮洋洋擦着嘴脸。小宝对着洋洋咳嗽，多少都有点口水，他嫌恶心。小宝被外婆抱着了，还大声嚷嚷着：我妈妈说我生病，只要我对着洋洋咳，洋洋也会和我一样生病，舅妈就不能去上班了，可。周母赶紧捂住外孙的嘴，可惜太迟了。海童扭身就去拿扫把，要把这对婆孙扫出去。周母眼见不好，抱着外孙扭身就往外面跑了。商小飞和沈小军此刻神同步，
两个人都脱下了自己的鞋，朝周母的后背扔去。两个人穿的都是高跟鞋，全都砸中了周母的后背。周母吃痛，也不敢停下来，抱着外孙没命的跑。海童抄着扫把出来，见周母已经抱着小宝跑到了外面的公路边去。他没有再追过去，公路上车辆太多，万一那对婆孙因为他的追赶滚入了车轮底下，他会惹祸上身。商小飞和沈小军都单脚跳着出来，捡回了自己的鞋子穿上。商小飞说道：“海童，那个真是洋洋的奶奶吗？也太恶毒了吧！”海童黑着脸说道：“我倒希望是后奶奶了，那样还没那么伤人，可惜是亲奶奶。外甥的奶奶和他的奶奶都可以拼一拼了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“那老太婆带着感冒的小宝过来，让小宝传染给洋洋。洋洋生病，我姐还能放心上班？她肯定得请假照顾洋洋吧？刚上班2天就请老师请假，她这份工作都难保了。周家人为了不让她姐姐重回职场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姐姐现在有了工作，离婚仪式该提上日程了，早点离了，早获新生。海童，你姐的婆婆为啥不想让你姐去上班？”商小飞问了句。海童拿着扫把往回走，见杨洋走出来，他弯腰单手抱起了外甥，边走边说道：“他那个极品大姑姐想把2个孩子送到市里上学。我姐现在住的房子是学区房，她不就瞄中了那套学区房啊？想让我那个渣姐夫把学区房转到她的名下，这样方便她的2个孩子进入好一点的中学。但她有工作单位的，要上班，不方便接送孩子，就想让我姐帮她接送孩子，给孩子做饭吃，辅导作业，我姐拒绝了。我姐好不容易找到工作，上班去了，他们为了让我姐答应帮忙，现在想出这样的鬼主意。她的公婆一颗心完全偏向女儿家的，连我那个姐夫都是一样，很帮着自己的姐姐。以前他们对我姐很好，我姐以为自己嫁对了人，婚后都还不错。是我姐生了洋洋后，他们可能是想着有了孩子吧，就开始露出真面目了。老实说，我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带个孩子，只知道花钱，不会赚钱。说我姐读那么多的书也没用，赚不到钱。商小飞，在我那个圈子里，别人都说我很坏，跟他们一比，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，至少我没有那么多的坏心思，我就是脾气有时候不太好，简直刷新了他的3观。怪不得洋洋有爷爷奶奶，却是小姨在照顾着他。沈小军补充的道：“你现在是接触的少，你要是接触姓周的那家人时间长了，你的3观还会被一次次刷新，简直就是无下限。主要是他们一家子太会装。海玲姐和洋洋的爸认识12年，恋爱7年，婚姻3年多，他们都一直装得很好的。”商小飞听得头皮发麻。哦，遇到影帝级别的极品，也怪不得海玲会被骗得那么惨。换成是他，可能也会被骗。海童，那个叫小宝的对着洋洋咳嗽，会不会传染洋洋？商小飞摸了摸洋洋的小脸，怜惜的道：“长得这么可爱，虎头虎脑的，怎么就不讨爷爷奶奶欢心？洋洋，以后也叫我姨，我保证没有人敢再欺负你。”洋洋伸出双手就要商小飞抱他，商小飞马上抱过了他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我妈要是看到会喜欢的不得了。他妈妈就盼着这个兄嫂生个孩子，可惜兄嫂目前还没有生娃的打算。海童把扫把放回原处，说道：“洋洋抵抗力还好，跟小宝接触的时间不长，应该不会传染的。周母刻意带着小宝过来，想让小宝把感冒传染给洋洋。”海童没有瞒着姐姐。姐姐中午过来时，饭后他就告诉了姐姐。海玲听得愤怒至极啊，她搂紧儿子，气愤地说：“不指望他们帮我带洋洋，竟然为了让他们的外孙上好的学校，这样子对我母子俩。姐，你现在有工作了，可以向周红林提出离婚。”海童建议姐姐尽早离婚。沈小军和商小飞都附和着早离早超生。海玲低头看着儿子那张稚嫩的小脸，用力的点点头。我晚上等周红林下班后就向他提离婚。他手里已经掌握了周红林出轨的证据。刚拿到周红林出轨的证据时，没有马上撕破脸，
是考虑到自己还没有工作嘛，没有收入就不利于她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啊。快过年了，本来海玲还想等到自己拿到第1个月的工资再提离婚的，婆婆今天的行为让她无法再忍。他们这么对她，她可能还能忍一忍，但做着伤害洋洋的事情，她就不能忍。前2天婆婆和大姑姐过来时，她是听到周红英跟弟弟说小宝得了病毒性感冒，还没有好转，她公公担心小宝过来会传染给洋洋，才不让周红英带着小宝来的。没想到她上班会让婆婆跑回去带着还没有好转的小宝过来，意图让小宝把感冒传染给洋洋，让他无法安心上班，最好还因此丢工作。这心思真够恶毒的，以为她不上班就会帮着周红英带娃，做梦去吧，海玲姐。商小飞看着胖乎乎的海玲，总觉得海玲让他有一股熟悉感，那熟悉感让他强烈的想亲近海玲。好奇怪啊，她和海家姐妹上辈子是不是姐妹啊？商小飞是个做事随心走的人，他喜欢亲近海家姐妹，就顺着自己的心意，并不会胡思乱想。他说道：海玲姐，你离婚需要打官司的话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帮你请最好的律师帮你打离婚官司，该你得的你争取到底，别便宜了他们。还有，你一定要争取洋洋的抚养权呀，就洋洋有那么坏的奶奶，都不能把洋洋给他们。海玲感激的道：商小姐，太谢谢你了，我会拼尽全力争取洋洋的抚养权的，他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儿子吗？商小飞豪爽的道：洋洋都叫我姨的了，也就是我的外甥，你们母子俩的未来有我罩着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商小飞罩着的人。沈小军笑道：小飞，你要是活在古代，绝对是个行侠仗义的侠女。商小飞脸微红，说道：小军，你别给我戴高帽，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清楚得很，我这个人是很讲究眼缘的，看不顺眼的，就是我商氏家族的人，我也照对不误。要不他的刁蛮任性之名哪里来？这个倒是，人与人之间是要讲究缘分的。沈小军，晚上好友的手臂，我和海童就很有缘分，可惜我不是男的。海童失笑不已。有妹妹，还有沈小军和商小飞支持自己，海玲决定晚上就向周红林提离婚。洋洋在妈妈的怀里很快便睡着，海玲趁儿子睡着了，把儿子交给妹妹，知道妹妹夫妻俩为了帮她照顾好洋洋，请了梁姨这个保姆，海玲感激不尽。如今呢，她还没有重新立起来，先记着妹妹夫妻俩的恩情，等她重新立起来了，会好好的报答妹妹夫妻俩。海玲去上班了，商小飞接到他唯一的好朋友打来的电话，不知道他好友约他做什么。他接完电话后，就向海童和沈小军道别，匆匆离开。小军，你先看着店和洋洋，我带梁姨去买些床上用品。海童还记着给梁姨买床柜以及床上用品的事情。好，沈小军爽快地应着。现在到傍晚学生下课之前都是很清闲的，他都是看打发时间。梁姨说道：海小姐，你去买就行，洋洋等会儿醒来需要有人看着。知道洋洋有那样的奶奶，梁姨都心疼洋洋。用商小飞的话说，那么可爱的孩子咋就不讨喜了呢？他心想，海玲生的是儿子，婆家人都这样对洋洋，要是生的女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好在海玲要离婚了，离了好，那样的人家早就该离了。梁姨坚持要留下来，海童只好自己开着车出去帮梁姨买床与柜。他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才忙完，傍晚赶回店里帮忙。忙过那一阵子后呢，等姐姐下班过来接上了洋洋。沈小军回家，店里就只有海童和梁姨守着。半个小时后，战印就来了，不用加班。海童看到丈夫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来，是那样的气宇轩昂，看得有点迷。这个男人的颜值是真的高，那男性魅力十足。手里头的工作忙完了就下班了。战先生，梁姨叫了战印一声，战印朝他点点头，便拉过了一张椅子，在海童的面前坐下。海童敛回了欣赏的视线，重新开始赶工。战印略有点失望，
刚进来时，他明明看到这丫头看他的眼神有着痴迷的，不过是说了几句话，他就忙着编织他的工艺品了。看来他的个人魅力还不够，未能把海童迷得七晕八落的。看着他半晌，战印温沉地问：这段时间网店的生意怎么样啊？1个字好，2个字很好，3个字非常好。战印被他的回答逗得莞尔，生意好是好事，但也别太拼了，累着了。他会心疼。后面那几个字战印没说出口，他有点烦躁，怎么就做不到厚颜无耻啊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？可能是他没经验，找谁讨点经验？可惜的是呢，他的几个好友和他一样都是没有经验的人，总不能私底下找奶奶讨几招吧？那得被奶奶笑死。想到自己前段时间在奶奶面前死鸭子嘴硬，坚决地说我不追妻，战印就觉得脸被打得火辣辣的痛。貌似他也不用追妻，海童已经是他的妻啊。谢谢战先生的关心，我会注意休息的。海童那双灵巧的手在灵活地编织着一辆汽车。战先生，你先带梁姨回去吧，记得把小白3小只带上。战印绷着脸，我不带那3小只，那让梁姨带着，我店里现在不忙，你们俩在这里也帮不到我什么，不如回家去，也让梁姨可以收拾一下她的房间。你在嫌弃我？海童抬头看他2眼，又低头去忙他的，好笑的道：战先生，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敏感的，我说的是实话，并不是嫌弃你。那你说说，你留在这里能帮到我什么忙？战印绷着脸不说话，他不会编织工艺品。帮他卖东西吧，他嫌他过于严肃，会吓着学生们。在现实面前，战印不得不承认，他还真的帮不到他。奶奶怎么就给他找了个这么能干的老婆呀，让他连表现的机会都没有。战印在心里吐槽着自家奶奶。老太太，反正你和海童签了半年协议，期限一到就离婚的。亲奶奶无疑。梁姨赶紧说道：海小姐，我就带了几身换洗的衣服过来吧，没什么要收拾的，不急着回去。既然2个都不愿意走，海童没有再说什么。为了不当电灯泡，梁姨躲到角落里的书架前看书，耳朵却竖得尖尖的，留心听着小夫妻俩的对话。要是不对劲，她好出面救场。他们家大少爷性子高傲，嘴又笨，不会讨好女孩子。哪怕大少爷发现他自己对大少奶奶有点在乎了，也是说不出好听的话来的。指望大少爷说甜言蜜语哄着大少奶奶开心，梁姨觉得还不如指望天下红雨呢。战印就静静地看着海童在忙碌。战先生，海童忽然问他，你们公司老板就是战家大少爷，他结婚了吗？战印黑眸闪烁，没有马上接话，等着海童继续说下去。小飞喜欢你们老板这件事，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的了，我还给他支过招去追求你们老板。没想到上午小飞过来说，看到战大少爷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婚戒了。那是你们公司老总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些内幕消息？战大少爷真的结婚了。战印看着自己光溜溜的手指，他就是面对商小飞的时候会戴上戒指。这件事我们也没有确切的答案，不过今天开会的时候，我有幸可以参加会议。虽说坐在最尾端的位置上，距离我们老板太远，好在我视力极佳，的确看到我们老板左手上戴着戒指。海童抬头看他，对上他黑沉沉的眸子，他八卦地问：那你知道你们老板娘是谁不？战印摇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在公司虽说大小也是个总，却不是老板最信任的人，这种事我哪知道呀。顿了顿，他补充一句，会议结束后倒是有人找苏总打探消息，苏总和我们老板关系最铁的了。不过苏总也没有说老板娘是谁啊，只是说我们老板的确是结婚了，而且还很宠妻。角落里的梁姨都想爆笑了，大少爷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呀，他骗妻倒是有目共睹的宠妻嘛。